沈婉清是京中出了名的端庄淑女，此生做过最离经叛道之事，便是在得知要嫁给那声名狼藉的侯府世子陆慈周后，选择了夜奔逃婚。只因陆慈周是个流连秦楼楚馆的浪荡子，他不愿将自己的一生葬送在这样的人手中。可偏偏就在陆慈周追上来时，两人遭到了流寇伏击，一同被掳到了那不见天日的黑寨水牢。阴暗潮湿的牢笼中，他被缚住手脚，而他中了那种下作的迷情香。所有人都以为清白难保，沈婉清也绝望地闭上了眼。谁知陆慈周竟冲他惨淡一笑，嗓音沙哑却克制：“别怕，我不碰你。”他说到做到，为了保持灵台清明，竟生生用匕首刺穿了自己的掌心，血流如注。被强灌下更烈的药酒后，他更是将头狠狠撞向石壁，宁死也不肯辱他分毫。对不起。沈婉清看着气息奄奄的他，泪湿罗衫。若非我逃婚，你也不会遭此大难。不怪你。他艰难抬起那张俊美无愁的脸，眼中满是从未有过的温柔。是我往日太过荒唐，你这样身家清白的好姑娘，看不上我也是应当。可我悔了，若能早些遇见你，我只想要你一人，我大约是撑不住了。但好在护住了你的清白。那一刻，沈婉清心中筑起的高墙轰然倒塌，在那弥漫的血腥气中，她的心动了。万幸，王师赶到剿灭了山匪。沈婉清遵从本心，十里红妆嫁入侯府。陆慈周亦在洞房花烛夜立下重誓，此生绝不纳妾。婚后，他果然收了心，再不踏足烟花柳巷，一心只守着她。太医诊出喜脉那日，他更是大喜过望，在城中连设3日流水席，向天下昭示他的狂喜。京中人人皆叹，陆世子这个浪荡子，竟真为了沈家女回头是岸了。直到那日去医馆复诊，陆慈周称有药物在身无法相陪，沈婉清独自诊完脉，便想去书房寻他。他原想将那写着脉案的宣纸悄悄压在他案头，让他回来便能知晓腹中孩儿安好。谁知刚走到书房外的回廊，窗棂内却传出推杯换盏的调笑声。陆兄不是那24孝的好夫君吗？怎么宁愿陪咱们在这吃酒，也不去陪嫂夫人看大夫？沈婉清脚步一顿，透过半开的窗缝，瞧见本该在处理公务的陆慈周，正慵懒地倚在太师椅上，手中把玩着一只玉杯。那张俊脸上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薄凉。又不是我的种，有什么可盆的？狐朋狗友笑的促狭。怎么，一次没碰过人家，这孩子是凭空变出来的？沈婉清那木头脑袋哪里想得到，陆兄对他这种无趣的深闺妇人根本没兴致，心尖上放着的一直都是那位自怡张扬的表姑娘瑶瑶。所以这白日里演的是间谍情深，晚上行那云雨之事的其实都是谢大人代劳。当初陆兄扮作风流浪子，也不过是为了吓退那些高门贵女，好娶瑶瑶这个在此寄居的义妹。只可惜老侯爷咬死了不松口，还拿瑶瑶的安危相逼，逼陆兄联姻。要不怎么说陆兄手段高明呢？索性将计就计，娶个全京城公认的贤良女，假装情根深种，为的是最后揭露她怀了野种，不守妇道。等侯府知道再乖顺的女人也会红杏出墙，联姻根本靠不住，就只能妥协，让陆兄娶那知根知底的心上人了。只是陆兄沈婉清一向循规蹈矩，若是被钉在荡妇的耻辱柱上，日后还怎么做人？他那般依恋你，说起来也有些无辜，这般做会不会太过残忍？一窗之隔，沈婉清脑中嗡鸣作响，脸上血色褪尽。他倾心相负3年的夫君，竟是为了别的女子才娶她。所以当初在黑寨他以命相搏护住的，根本不是他的清白，而是为了对另一个女人的忠贞。沈婉清的心仿佛被钝锈的锯子来回拉扯，痛得浑身战栗，眼尾通红，却仍死死盯着窗内的陆慈周，固执地等一个答案。残忍。陆慈周轻笑一声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棱角分明的脸在烛火下忽明忽暗，说出的话却字字如刀，狠狠凌迟着沈婉清的心。或许吧，但他的死活不在我考虑之列，我只在意瑶瑶。啧，不愧是痴情种。那谢大人呢？你可是睡了沈婉清整整3年，连孩子都弄出来了，就没生出点情分？坐在阴影处的谢无望一身玄色锦袍，气质清冷金贵，他掀了掀眼皮，嗓音淡漠如冰。他太守规矩了，在榻上正如一条死鱼般寡淡无趣，谁会对这种女人动情？若非为了帮兄弟，这种女人倒贴我都不会看一眼。至于那个孽种，也不过是将他钉死在罪名上的证物，我不认。众人闻言皆是抚掌大笑。既然2位都看不上沈婉清，不如事成之后赏给兄弟们尝尝，珍馐美味吃腻了，这种清粥小菜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是啊，陆兄打算何时将他扫地出门？我也想见识见识。7日后。陆慈周放下酒杯，笑得漫不经心。在我和沈婉清成婚3载的庆功宴上，
就让满京城的权贵都看看侯府千挑万选了个什么样的好儿媳。那就提前恭贺陆兄得偿所愿，抱得美人归了。一片哄笑声中，沈婉清死死攥着手中的麦案，指节泛白，泪水无声决堤。可很快，她抬手拭去泪痕，缓缓勾起一抹笑，那笑凄艳决绝，如废墟中开出的彼岸花。陆慈周对她从无半分真心，自然不懂她的温婉顺从，只是世家教养出的风骨，并不代表她便是个任人揉捏的软柿子。既要算计，那边看看，骗走她的真心，为了一己私欲想毁掉她，该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。沈婉清转身离去，穿过长廊，带着她那颗曾满腔爱意，如今却千疮百孔的心，一步步走出侯府。刚踏出朱红大门，沈婉清便被身后疾驰而出的人影狠狠撞到，后脑重重磕在石阶上，她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一抬头，却见陆慈周正拿着刚收到的飞鸽传书，满脸焦灼。瑶瑶，等我！他翻身上马，猛地一夹马腹，绝尘而去。那个曾许诺会护他一世周全的男人，竟全然不知自己撞伤了发妻，甚至连眼角的余光都不曾施舍给他。一股酸涩涌上喉头，沈婉清雇了辆马车，命车夫远远跟上。他倒要看看被他捧在心尖上的瑶瑶究竟是何方神圣。顺天府衙门外，沈婉清下了马车，瞧见不远处被陆慈周护在怀中的女子，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。陆慈周口中的瑶瑶，竟是当年在女学时百般刁难他，带给他无数梦魇的陆瑶瑶。那时只因夫子夸赞沈婉清字迹娟秀，陆瑶瑶便处处针对他的书案上会被泼满墨汁，琴盒里会窜出毒虫鼠蚁，课业总被无故撕毁，甚至在他被选为祭祀灵武后，茶水中被下了哑药。如此心肠歹毒之人，在陆慈周口中却成了恣意明媚，何其荒谬。陆瑶瑶正娇嗔道：表哥，我回京本想给你个惊喜，策马快了些，又不是故意撞翻那小贩的摊子，凭什么抓我？真是晦气。陆慈周无奈一笑，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发顶。再大的祸，表哥都会替你摆平。那温润的嗓音却透着沈婉清从未听过的发自肺腑的纵容。陆瑶瑶这才破涕为笑，这话我信。表哥，你当初为了搞定那个女人，特意安排了那场山匪劫持，还险些搭上一只手，都是为了曲线救国，好娶我。你对我最好了。沈婉清身形猛地一僵，双眸震颤，眼底染上一片血色。山匪劫持竟是他一手策划，他曾以为是自己连累陆慈周卷入无妄之灾，为此愧疚了整整3年，对他百依百顺。可原来始作俑者根本就是他。那场令他刻骨铭心的生死相许，也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。愤怒、委屈、绝望、痛苦，如同一把把利刃，将沈婉清凌迟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一名衙役注意到面色惨白的他，需要小的帮忙吗？听到动静，陆慈周回头，目光交汇，他的心莫名漏跳了一拍。婉清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何时来的？语气像极了关切，可沈婉清清楚，他只是怕他听见那些见不得光的阴私。刚到，此时尚不是摊牌的时机，他生生压下翻涌的情绪。丢了玉佩，来报官。陆慈周松了一口气。丢什么了？我让人帮你去找。沈婉清静静看了他半晌，忽然摇了摇头。算了，不找了。他弄丢了一颗真心，可那真心本就是被人践踏在泥里的笑话，又如何能找回？心已碎了，那便不要了。也好。陆慈周不甚在意道。回头让库房再送新的去便是。表哥，原来你娶了我的同窗就有啊，真巧。陆瑶瑶笑容明媚地走过来，上下打量着沈婉清。我们在女学时可是形影不离的好姊妹呢，是吧，婉清？轻飘飘的语气瞬间将沈婉清拉回那些灰暗的过往。彼时陆瑶瑶也总在狠狠羞辱过她后，笑得一脸无辜。我们只是姊妹间开个玩笑，是吧，婉清？沈婉清藏在袖中的手悄然攥紧，指甲嵌入掌心，面上却直直迎上他的目光。是很巧，原来当年那位形影不离欺凌我的恶杀，竟是我的小姑子。陆慈周惊讶地蹙眉。婉清，你说那个一直欺负你的人是瑶瑶？是他。沈婉清抬眸看向陆慈周，看向这个曾在得知他年少受辱后，一次次满眼心疼地揽他入怀，信誓旦旦说绝不让他再受半点委屈的男人。然后在心里默数1、2、3，果然不过3息，他便选择了维护陆瑶瑶。瑶瑶性子是有些骄纵，但她心地纯善，定是你误会她了。他不由分说拉住沈婉清的手腕。无望在望江楼设宴为瑶瑶接风，一同去吧，都是一家人，陈年旧事便莫要再提了。可他刚想扶沈婉清上马车，陆瑶瑶便已提裙钻了进去，还掀开帘子冲沈婉清做了个鬼脸。先到先得，是你动作慢，抢不过我，可别又怪我欺负你。
陆子舟顿时有些头疼。过去3年，这马车的主位一直是沈婉清专属，他总是依偎在他身侧，笑得温婉可人。我要一辈子坐在夫君身旁。他正酝酿着安抚的说辞，沈婉清却已平静地走向后面那辆用来拉杂物的轻微小车。这个男人他都不要了，又怎会在意一个座位？陆子舟微微一怔，明明他的乖顺懂事在他意料之中，心头却莫名划过一丝异样。直到陆瑶瑶娇声催促，他不再多想，翻身上马。一路上，陆瑶瑶隔着帘子故意说着只属于他们2人的儿时趣事，冷落沈婉清。沈婉清充耳不闻，从袖中取出纸笔，就在颠簸的车厢内写下一封信。那是给沈家掌事人的家书。女玉与陆子舟和离，比负心薄幸，罪证确凿。3年前那场联姻，最让京中津津乐道的，便是那份陆子舟坚持要立的婚书契约。上面白纸黑字写明，若男方有过，则净身出户；若女方有过，亦然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他给沈婉清的保障，是浪子回头的承诺。可原来他从一开始就算计着，让他背上通奸的罪名后，一无所有的滚出侯府。既然陆子舟如此绝情，沈婉清亦不会手软。他在医馆时，大夫为稳妥起见，将脉案遗失2份，其中1份详尽记录了受孕时日，而他在书房外亦留了个心眼，并未惊动任何人，只将那枚证明他来过的耳坠悄悄丢在了窗下花丛中，那是他曾亲手所赠，独一无二。证据已备，到了望江楼，他将信交给心腹小厮送出，和离文书即刻拟定，7日后侯府家业将尽归无儿所有。沈婉清看着小厮远去的背影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望江楼顶层雅间，被包下的楼层里，谢无望在人群中格外惹眼。他一身玄衣胜雪，眉眼冷若冰霜，却又透着致命的吸引力。谢家与陆家一样，是这京中权势滔天的存在。谢无望更是出了名的不近女色，如高岭之花。沈婉清想起那些夜晚的缠绵与粗重喘息，心底涌起深深的难堪以及不解。他不明白，这样一个冷心冷肺的权臣，为何愿做那见不得光的替身。直到陆瑶瑶笑着奔向他，无望哥哥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的接风宴，这满屋子的陈设，竟全都是我喜欢的西域风格。喜欢就好。谢无望虚扶了他一把，手克制的一触即收，眼底的寒冰却被温柔与炙热消融。是我亲手布置的，你的事交给旁人，我不放心。沈婉清心头一震，赫然明白过来，让他出墙这件事事关陆瑶瑶能否名正言顺嫁入侯府，所以他要亲自来做，因为他也心悦陆瑶瑶。发什么呆？陆子舟将一杯暖酒递给沈婉清，陆瑶瑶却抢先一步接过，手腕似是不经意的一抖，满杯酒液尽数泼在沈婉清胸前，浸湿了轻薄的绸衣，令她胸前曲线毕露，狼狈不堪。陆瑶瑶无辜的眨眨眼，哎呀，我光想着以前在书院咱们总这么闹着玩，忘了你现在可是出了名端庄娴熟的世子夫人，让你当众出丑了，恕罪恕罪。他的道歉毫无诚意，眼底尽是得逞的嘲弄。在座的狐朋狗友本就对沈婉清心怀轻视，一个个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的试衣看，一道道猥琐目光仿佛要将他当众曝光。陆子舟眸色一沉，解下大氅披在他身上，可一开口依然向着陆瑶瑶。婉清，瑶瑶只是跟你闹着玩，也赔不是了。你一向识大体，莫要生气坏了兴致，好不好？沈婉清死死攥紧大氅的系带，他曾被陆瑶瑶欺凌至此，如今又被当众羞辱，可他却仿佛瞎了眼蒙了心，不听不看不管，明知不该有期待，心口还是蔓延开细腻难忍的疼。众人也纷纷起哄，就是嫂夫人别这般小家子气，大方点，笑一个。好。沈婉清突然抬起头，如他们所愿，笑了。既然是闹着玩，那我也陪妹妹玩玩。话音未落，沈婉清猛地伸手按住陆瑶瑶的后颈，将她那张妆容精致的脸狠狠按进了桌上那盆滚烫的八宝田羹里。啊！陆瑶瑶凄厉地尖叫起来，脸上糊满了黏腻的羹汤，被烫得满脸通红，眼里火辣辣的疼。那痛苦狼狈的模样，一如多年前沈婉清的脸被她按进泔水桶时一般无二。雅间内陷入一片死寂，谁也没想到沈婉清这样的软柿子竟敢做出如此反击。只有沈婉清抽出锦帕擦了擦手，笑意温婉得体。确实挺有趣的，只是诸位怎么都不笑了？所有人都被噎得哑口无言，惊恐地看着他。沈婉清，谢无望眸若寒冰，拍案而起，要为陆瑶瑶出头，却被陆子舟用眼神制止。够了，你们自己疯吧，别带坏我夫人。他强压下怒火，揽过沈婉清。你衣裳湿了，会着凉。我们回府。沈婉清本也不愿多待，一路上陆子舟策马疾驰，马车颠簸得厉害，他沉默地看着车窗外飞退的街景，只想快些逃离。忽然，一辆失控的京马逆行着冲了过来，马车夫猛打缰绳避让，
车厢重重撞在路边的古树上。陆子舟身手矫健，借力跃出，毫发无损。可沈婉清却被惯性甩飞出去，在青石板路上滚了几圈，跌进了路旁散发着恶臭的水沟里。污水四溅，他浑身脏臭不堪，被呛出了眼泪。就在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时，头顶不知从何处冒出一群举着画轴和纸笔的画师。一个蒙着面的画师对着他疯狂速写，嘴里还大喊：世子夫人跌落臭水沟，这可是难得的市井奇闻啊！不许画！陆子舟赶来喝止，放下笔墨，否则我砸了你们的画方。在他凛冽的威压下，那画师丢下画板就跑。那厚重的硬木画板就这么直直砸落在沈婉清头上。一阵剧痛袭来，眼前一黑，他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沈婉清睁开眼，不着痕迹地侧过身，避开了陆子舟想要触碰他面颊的手。婉清，你醒了。陆子舟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，他语带关切，满面自责：是我不好，没察觉马车的轮轴出了问题，才害你受此大难。万幸腹中孩儿无恙。骗子！沈婉清在心底冷冷吐出这两个字，面上他只垂下眼帘，淡漠地应了一声见他神情恹恹，陆子舟更是体贴入微，伸手替他掖好被角。你受惊了，今日我哪也不去，就在这守着你。话音未落，门外突然传来心腹侍从急促的禀报声。侍从呈上一枚玉佩，那是陆瑶瑶的贴身之物，低声道：世子爷，表姑娘在听雨轩发了脾气，说您若是一盏茶的功夫不到，他便要叫10个小官进房伺候，还要把京中最红的戏子都请去唱《西厢记》。陆子舟面色骤变，猛地起身。婉清，军巡铺那边有些急务，我需去处理1、2，晚些再来陪你。不等沈婉清回应，那个说着要守他1日的男人早已步履匆匆地消失在门口。沈婉清望着那空荡荡的门口，讽刺地勾了勾唇角。既他不在，倒也清静。他抬手按响了床头的唤铃。大夫，我要落胎。为何要打掉这孩子？房门被猛地推开，沈父沈如海一脸惊惶地冲了进来。这位曾经刚正不阿，为了女儿甘愿辞官归隐的老儒生，此刻衣冠不整，两鬓斑白，就连脚上的布鞋都跑丢了一只。青儿，为父在街头看到有人张贴你跌落水沟的画像，说是被人画了下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别吓为父。沈婉清的母亲早逝，她与父亲相依为命。当年侯府强行求娶，父亲哪怕得罪权贵也要拒婚。后来他逃婚被掳，也是陆子舟以命相护，才让父亲勉强点头。是沈婉清极力劝说父亲，信誓旦旦说自己觅得了良人，谁知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沈婉清刚要开口，门外又传来一阵尖细刻薄的女声，是侯府老夫人的贴身嬷嬷，那是陆母的传声筒。世子夫人，老夫人让老奴带句话，知不知道您跌进臭水沟的丑态已传遍了京城茶馆，若非侯府及时派人去撕画像封人口，咱们陆家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。当初让你这小门小户的高攀进门，不过是看你性子温吞稳重，别以为怀了陆家的重就能高枕无忧。若再这般不知检点，行事鲁莽，老夫人便做主休了你。到时候你们沈家也别想在京城立足，好自为之。沈府气得浑身发抖，抓起手边的茶盏就要砸过去，可那嬷嬷早已眼高于顶地走了。爹，别气，不好过的是他们。沈婉清平退左右，将自己这3年如何被欺骗，陆子舟又是如何设计让他通奸净身出户的毒计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爹，我知道您为了我不愿在官场折腰，您的愿望是去江南水乡煮茶听雨，著书立说，等这和离书签了，女儿便陪您去过那样的日子。只是现在这腹中孽种断不能留。沈父听得老泪纵横，心疼得直拍胸口，最终含泪点了点头。一碗浓黑的酪子汤灌下，沈婉清躺在冰冷的榻上，看着盆中那一团尚未成型的血肉，泪水无声滑落。几刻钟前，他还在他的身体里；几日前，他还满心欢喜地绣着虎头鞋，期待他的降生。可这场母子缘分终究是断了。他手中多了一张验血的单子，那是谢家特有的秘术验证，做不得假。胎儿男，生父谢无望。他擦干眼泪，招来心腹医女，将这死胎与验血单好生封存，用冰镇着，7日后带去一个地方。那是他与陆子舟成婚3载的庆功宴。既然陆子舟与谢无望联手要毁了他，他自当礼尚往来，送他们一份毕生难忘的大礼。沈婉清在医馆休养了3日，直到他能下地走动那天，陆子舟才姗姗来迟。婉清，这2日兵部实在太忙，但我心里时刻都在挂念你。他一脸歉疚，伸手想要将他揽入怀中，衣领微敞，露出了颈侧一处暧昧的红痕，红得刺痛了沈婉清的眼。这个他爱了3年的夫君，因守着那所谓的贞洁，从未真正碰过他，却带着与别的女子欢好后的痕迹来这里演深情。
他胃里一阵翻涌，猛地退后一步。别碰我！陆慈舟一怔，顺着他的视线低头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。没想到这深秋时节，这医馆里竟还有蚊虫叮咬。很快他便恢复了镇定，眼神诚挚的足以骗过世人。婉清，我曾对天起誓，此生只守你一人，便绝不会食言，你信我好不好？沈婉清静静地看着他，突然极轻地嘲弄一笑。我信。他的誓言是真的，只不过他守的那个人不是他，从来都不是。我就知道婉清最是通情达理。陆慈舟笑着拉他上了马车。瑶瑶在画坊组了个局，特意让我喊你一同去散散心。这次都是自家人，定不会再有人让你难堪。往后你们姑嫂要和睦相处。到了画坊，依然是那群熟悉的面孔。陆瑶瑶一身红衣似火，笑得张扬。总算来了，今日咱们玩个雅的，击鼓传花，输了的真心话大冒险，如何？谢无望坐在他身侧，把玩着手中的折扇，目光掠过沈婉清时，依旧是一片冰冷的防备与厌恶。几轮鼓声停歇，那花球正好落在了陆慈舟手中。一个纨绔子弟起哄念道：这签文是大冒险与在场离自己最近的异性行亲密之礼，须得唇齿相依。离他最近的正是沈婉清。陆慈舟脸色肉眼可见的一僵，眼底闪过一丝抗拒。不等他开口，沈婉清便淡淡问道：若是不愿，惩罚为何？他不想亲，他更觉恶心。若是不愿，便罚在场穿红衣之人喝下这一整坛烈酒。画坊之中，唯有一袭红裙的陆瑶瑶符合条件。陆慈舟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：不必罚酒。婉清，你当着这许多人的面，怕是会害羞，那便闭上眼，莫要看。他侧过身，一手扣住沈婉清的后脑，另一只手却紧紧捂住了她的眼睛。黑暗降临的瞬间，沈婉清感觉到一股带着凉意的气息逼近。下一刻，两片薄唇附了上来，熟练地撬开她的唇齿。沈婉清浑身如遭雷击，这气息冷冽如霜，绝非陆慈舟。吻她的人是谢无望。一股强烈的恶寒直冲天灵盖，他猛地推开身前人，冲到船舷边，对着江水干呕起来。混乱间，他隐约听见身后传来压低的交谈声。陆兄，不过是个吻罢了，都要让谢大人代劳吗？我既已认定瑶瑶，便不可能当着心爱之人的面去亲别的女子。谢大人可真是艳福不浅，那滋味如何？你对他当真没半点感觉？如同嚼了又似啃了一块油腻的肥肉。好在他孕吐的厉害，不用忍太久。沈婉清扶着船舷，看着江面倒映出自己那双赤红的眼，惨然一笑。那他便当是被路边的野狗咬了一口。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这烟杂之地时，画坊外突然传来惊呼声：走水了，快跑啊！不知何处起了火，浓烟滚滚而来。真晦气，沈婉清这女人莫不是扫把星转世？大家快撤！众人推搡着往岸上跑，沈婉清被汹涌的人潮撞得东倒西歪。慌乱中，他看到陆慈舟一把抱起陆瑶瑶，用自己的锦袍将她护得密不透风，施展轻功跃向岸边。他有力的臂弯将那女子护在怀中，视若珍宝。而身为发妻的他，却被遗弃在火光冲天的画舫之上。沈婉清被烟熏得睁不开眼，强撑着想要起身。一旁的仓房里忽然伸出一只修长有力的手，猛地将他拽了进去。一个蒙着黑布的男人单手将他的双手反剪在头顶，开始粗暴地撕扯他的衣裳。你疯了吗？外面走水了，放开我！沈婉清惊恐地挣扎，借着火光看到男人露出的那双眼睛时，却如坠冰窟，竟是谢无望。上次他为了给陆瑶瑶出气，扮作画师用画板砸伤她，这次这般羞辱她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不等沈婉清反抗质问，一记手刀已重重劈在她后颈。沈婉清再次醒来时，只觉浑身凉意刺骨。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竟衣衫不整，仅着一件单薄的中衣，躺在京城最繁华的东市街头。正是早市时分，无数百姓围在他身边，目光如刀，鄙夷地指指点点。更有那好事的画师，竟当场挥毫泼墨，要在纸上记录下这侯府少夫人的浪荡丑态。这就是那陆世子夫人，啧，平日里看着端庄，私底下见玩的这般花，听说是昨夜在那花船上与人私通被赶下来的。沈婉清羞愤欲死，惊恐地蜷缩起身子，试图用那残破的布料遮挡住自己，然而根本遮不住这满城的恶意。甚至有地痞流氓趁乱上前，想要伸手揩油。看着那一只只伸向他的脏手，沈婉清咬破了舌尖，忍住屈辱的泪水，发疯一般推开人群，赤着足在青石板路上狂奔。等他终于满身狼狈地跑回侯府，还来不及喘息，啪！一记狠辣的耳光扇得他眼冒金星，嘴角渗血。陆母满面怒容，指着他的鼻子厉声喝骂：上次掉进臭水沟也就罢了，这次竟当街衣不蔽体，
侯府百年的清誉都被你这个荡妇给毁尽了，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母亲，此事怪不得婉清。陆慈州快步走来，将自己的外袍披在沈婉清身上，一脸沉痛。孩儿查过了，是当年那伙黑寨余孽的报复。他们先是在画舫放了火，又趁乱掳走了婉清，羞辱于他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沈婉清蓦然抬头，死死盯着他。3年前的黑寨绑架明明是他一手策划，如今这所谓的报复，分明就是来自他的再次算计。可这次他根本没有得罪陆瑶瑶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毁人清白的手段羞辱他？受害者，陆母冷笑一声，那为何这满船的人不掳，偏偏掳他一个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他这般不清不白，哪还配做我陆家的媳妇？以后不会了。陆子舟一脸维护之色，将沈婉清护在身后，唇角却极快地掠过一丝阴谋得逞的笑意。流言我已经让人去压了，马上便是咱们3周年的庆功宴，到时候咱们在宴席上恩爱一番，再多施几次粥，百姓很快就会忘了这茬。最好是。陆母疾言厉色的警告，沈婉清，若再有下一次，我便让人写下休书，将你赶出家门。你那个教女无方的爹，也等着身败名裂去街边讨饭吧。沈婉清垂着眸，心中一片死寂。他什么都明白了。陆慈舟和谢无望联手让他再度出丑，为的就是让陆母对他厌恶至极。直到庆功宴那日，他怀了也中这根最后的稻草压下来，便能名正言顺地将他扫地出门，且不担半点薄情寡义的骂名。真是好狠毒的算计。沈婉清前所未有的感到心凉与疲惫，他一言不发，如行尸走肉般转身上楼。他命人备了滚烫的热水，洗了整整1个时辰，把皮肤搓得通红破皮，却还是洗不掉那些粘在身上的猥琐目光。直到楼下忽然响起陆瑶瑶惊慌失措的叫喊声：“不好了，表哥，沈家那边出事了！”沈婉清只觉耳边轰的一声炸响，她顾不得穿好外衫，只披了一件披风，便双目赤红地飞奔下楼。只见陆瑶瑶一脸紧张地站在厅中，眼底却分明藏着幸灾乐祸的金光。我只是让人把沈婉清当件衣不蔽体的画像送去了沈家，想跟沈伯父开个玩笑，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，看了画像当场就绝过去了。大夫说那是急火攻心，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陆母气得再度扬起手，放肆！你们1个2个都要气死我吗？陆慈舟立刻上前一步，将陆瑶瑶护在身后，生生替他挡下了那一巴掌。可方才沈婉清被陆母掌乖时，他却是等陆母打完了，才开始慢条斯理的维护。他的偏爱如此明目张胆，伤人至深。但沈婉清现在顾不上这些，他疯了一样往外冲，只想知道父亲究竟如何了。陆慈舟却以为他要找陆瑶瑶拼命，立刻伸手死死攥住他的胳膊。婉清，你冷静些，岳父这些年郁郁寡欢，显然是一直没放下岳母。若是他们能在九泉之下团聚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瑶瑶也是无心之失，没必要为了这点事怪他。沈婉清猛地僵住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男人。他父亲如今命悬一线，他却说死了也是好事。为了替陆瑶瑶开脱，他竟连生而为人的良知都不要了。如果我爹有什么3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他，还有你。沈婉清一字一顿，声音沙哑如同泣血。滚开，别耽误我去见我爹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推开了陆慈舟。一向温婉顺从，对他唯命是从的沈婉清居然这样吼他，陆慈舟本能地蹙了蹙眉。可看着他跌跌撞撞冲入雨幕中离去的背影，那一抹单薄的白色在风雨中飘摇，他心中竟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，像是有一块重要的地方正在无声崩塌。沈婉清跌跌撞撞冲进沈府卧房，只见父亲沈如海面如金纸躺在榻上，气息微弱，周身插满了银针。心中的大山轰然崩塌，他的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滚落。爹，您别睡，求您别丢下女儿。沈婉清泣不成声。父亲是他在世间唯一的亲人了，若没了父亲，他便真的是无根的浮萍了。他在榻前不眠不休守了整整3日，不停地在父亲耳边说着儿时去世，试图唤醒他。加之陆慈舟为了做戏做全套，派来了宫中的御医圣手为沈父施针用药。当第4日的晨曦透过窗棂洒在药碗上时，沈如海终于缓缓睁开了浑浊的双眼。沈婉清仿佛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惊醒，却连扯动嘴角的力气都已耗尽。陆慈舟亲自驾着那辆宽敞舒适的马车来接沈父回府休养。他命人抬进一箱箱名贵的滋补药材，又许诺会动用侯府关系，为沈家日渐衰败的书局疏通关节，给足了诚意。但所求只有一个，让他们莫要追究陆瑶瑶欺晕长辈之过。沈父看了一眼面色苍白的女儿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父女俩默契地咽下血泪，假意应承。见沈婉清又变回了那个对他千依百顺、毫无怨言的贤妻，陆慈舟心中那股莫名的慌乱终是散去。入夜熄了烛火，帐内一片漆黑。
沈婉清觉着有人掀开锦被钻了进来，从身后贴住她，一只滚烫的大手熟练地探向她的腰封。她瞬间睡意全消，那熟悉又陌生的气息让她意识到身侧之人是谢无望。她压低了嗓音，刻意模仿着陆慈周的声线：这2日让你受委屈了，今夜为夫好好补偿你。沈婉清强忍着胃里的翻涌，不要，有了身孕不便事情。谁知谢无望的手并未停下，反而更紧地将她箍在怀中，下巴抵在她颈窝处摩挲。无妨，我会轻些，只要你能欢愉。沈婉清死死掐着掌心，忍住回身给他一记耳光的冲动，冷冷推开他的手。我说了，不要。曾讥讽他在榻上如死鱼般无趣的是他，如今纠缠不休，以此为乐的也是他。沈婉清不知他究竟意欲何为，又将他当成了什么。好，依你。谢无望似是有些扫兴，却也并未强求，翻身下榻。沈婉清闭目装睡，片刻后听见外间传来极轻的开门声与交谈声。慈周，我试探过了，他今夜兴致缺缺，不会缠着你，你且安心睡吧。沈婉清藏在被中的手猛地攥紧，原来如此，原来他这般作践他，只是为了替陆慈周守身如玉，好让他干干净净地去迎娶心上人。谢了，兄弟。陆慈周的声音传来，明日一切便都结束了，这3年委屈你了。谢无望沉默了一瞬，语气淡漠中透着一丝执拗。能成全你和瑶瑶便好。当年那场马车坠崖的惨祸，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是瑶瑶冒死冲进火海将我拖了出来。哪怕世人都说他骄纵任性，我却知晓他心底的勇敢与赤诚。既他心悦于你，我便护他一世顺遂。帐内的沈婉清震惊得浑身冰凉。10年前那场马车坠崖案，那个满脸血污被压在燃烧的车厢底下的少年，竟是谢无望。那时火势滔天，的确无人敢救，唯有路过的沈婉清不忍见死不救，拼着被灼伤的剧痛将人拖出。谢无望在昏迷前曾死塞给他一枚麒麟玉佩作为信物，后来那玉佩不慎遗落，被陆瑶瑶捡了去。陆瑶瑶只说是朋友赠的，并未归还。原来竟是陆瑶瑶拿着他的信物冒领了他的救命之恩。沈婉清突然觉得无比荒谬可笑。若是谢无望知晓他是若珍宝的救命恩人是个冒牌货，而他肆意践踏羞辱的才是真正的恩人，该是何等精彩的神情。他会让他知晓的，一定要让他知晓。翌日清晨，沈婉清收到了心腹小厮传回的密信，和离文书已由顺天府暗中备案，只待今日宴席一过，侯府名下的地契铺面便会依约转至他名下。沈婉清将信纸在烛火上燃尽，由衷的笑了。陆慈周被那笑意晃了神，这般开心是在期待今晚的庆功宴，届时我有惊喜要给你。晚宴见，婉清，我心悦你。心悦你。沈婉清心中满是讽刺，面上却温婉回应，我也是。从谎言开始的一切终究要以谎言收场。待陆慈周前脚刚走，他便迅速收拾了细软，只带走了王母留下的几样遗物。随后他唤来心腹，去城南找那位瞎眼的说书先生，让他带着10年前马车坠崖案的卷宗与证人，再去请全京城最好的皮影戏班子，替我赴今晚的宴。是，小姐。那死胎与验血单，还有顺天府盖印的和离书，证明陆世子乃过错方的供词，小的都会一并带去。临行前，沈婉清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困了他3年的精致牢笼，庭院深深锁住了他的青春与真心。风吹落他眼角的泪，他却笑着咽下那份苦涩，毅然转身，一次都未曾回头。侯府庆功宴，今日是陆世子与夫人成婚3载的大喜日子，整个京城的权贵名流悉数到场。华灯初上，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，衣香碧影，极尽奢华。陆子舟一身朱红锦袍，愈发衬得他风神俊朗，贵气逼人。可他却有些焦躁地频频望向宴厅入口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玉带。吉时将至，沈婉清竟还没到。他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往日这种场合定会提前半个时辰到场操持，此时该是站在他身侧，挂着得体笑容与宾客寒暄才对。即便真有事耽搁，他也定会遣人来报。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教养，从不让人操心。可此刻人影不见，消息全无。陆子舟眉心微蹙，那股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脱离掌控的恐慌感再度袭来。他不喜这种感觉。表哥，那个女人怎么还没来？陆瑶瑶今日穿了一袭正红色的织金云锦裙，配上满头珠翠，竟比正式还要像正式，在人群中格外扎眼。此刻他却不耐地翻了个白眼，语气抱怨：咱们请来揭发她的证人都候在偏厅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女人关键时刻居然掉链子。不知为何，听陆瑶瑶一口一个那个女人，陆子舟心里莫名有些刺耳。她是你的表嫂，莫要这般称呼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他开口纠正。陆瑶瑶错愕地瞪大了眼：什么表嫂啊？不过是个即将被弃的棋子。
又不是真的。表哥，你这是何意？陆慈周怔了怔，是啊，他为何要维护沈婉清？他只觉心中更乱了，有些不自在的敷衍道：只是觉得人多口杂，万一被旁人听去坏了大事就不好了，谨慎些总是没错。陆瑶瑶这才了然地点点头，凑近他，压低声音道：知道了，我小声些便是。反正马上他就要身败名裂，滚出侯府了，这个假嫂子也做不到头了。正说着，陆母面色不愉地走了过来，目光在陆瑶瑶那一身红衣上停留片刻，语带警告：瑶瑶，今日的主角是你兄嫂，你穿的这般招摇，生怕别人看不出你的心思。还有你，慈州、婉清呢？怎的到现在还未露面？赶紧派人去催催，即使马上到了。陆慈周点了点头，招手唤来贴身小厮，去听雨轩瞧瞧，夫人准备好了没？小厮领命而去，不过片刻便跌跌撞撞地跑了回来，手里捧着一只锦盒。是子爷，听雨轩空了，夫人不在房中，只留下了这个。陆慈周心头一跳，一把夺过锦盒打开，里面静静躺着一只断成2截的白玉书，那是大婚之夜，他亲手为她以此书发，许诺一书书到尾，举案齐眉的定情信物。玉书已断，恩断义绝。陆慈周瞳孔骤缩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那段书。沈婉清这是要与他决裂？一向在他掌控之中，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婉清，竟然断书绝义。陆慈周胸口剧烈起伏，想象中的怒意并未如期而至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慌。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竟在害怕失去他。婉清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陆慈周迈开长腿，不顾满堂宾客，急切地想要往外冲，却被陆瑶瑶一把拉住袖摆。表哥，他能有什么事？陆瑶瑶不以为然地撇嘴，肯定是我气晕了他爹，他表面上不敢发作，实则怀恨在心，所以今日故意缺席给你难堪。你想啊，他口口声声说我欺负他，可我不过是泼了他一杯酒，他便敢把我按进滚烫的田埂里，心胸狭隘得很，定是故意赌气躲起来了。陆慈周脚步一顿，是这样吗？那丝隐约的担忧被一阵恼怒取代。沈婉清为了赌气，竟置侯府的脸面于不顾，实在太不知分寸了。可恼怒过后，心底竟生出一丝庆幸。既然今日婉清不在，那原定的揭露计划便暂且搁置吧。说完这话，原本沉重的心仿佛轻快了几分。那怎么行？陆瑶瑶立刻尖声反对。反正今日这宴席就是为了揭露他不守妇道，他来不来又何妨？只要证据确凿，一样能让他身败名裂。他说着，瞧见陆慈周脸上犹豫的神色，眼圈一红，渲然欲泣。表哥耶，3年前我被送去塞外苦寒之地，你不知我吃了多少苦，为了能光明正大嫁给你，我才咬牙活下来。我真的不想再等了，一日都不想等了。看着他眼中泪光点点，陆慈周终究是心软了。罢了，沈婉清不在，至少不用当面承受这千夫所指。待一切尘埃落定，多给沈家一些生意上的补偿便是。沈婉清有了钱财傍身，离了侯府，日子应当也不会太难过。陆慈周强迫自己不去想那双含泪的眼眸，沉声开口：一切照旧。虚时3刻，陆慈周独自走上高台。今日乃我与夫人沈婉清成婚3载之喜，感谢诸位亲朋赏光。只是可惜，婉清与我闹了些小性子，至今未到。但男子汉大丈夫，疼爱妻子乃是本分，故而我宣布，为了感念婉清辛苦为我孕育子嗣，今日我将把侯府名下西郊的那1000亩良田与10间旺铺，尽数转赠给我们将出世的孩儿。话音落下，全场掌声雷动。世子夫人真是好福气啊，怀个身孕便得了这泼天的富贵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谁能想到曾经那个声色犬马的陆世子，如今竟成了这般深情的好夫君。沈氏纵有天大的气性，此刻也该偷着乐赶过来了吧。在宾客们的艳羡声中，宴厅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却并非沈婉清。来人身着太医院的官服，手中捧着一只盛水的白瓷碗，身后跟着2名神色肃穆的药童。世子爷，老朽奉命行滴血验亲之法，本意是为确认胎儿血脉，以便过继田产。只是老太医额角渗出冷汗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将那瓷碗高举过头顶。结果大不祥啊！陆慈周沉默了一瞬，虽早已知晓结果，却还是配合地问出了那句明知故问的话：究竟出了何事？方才老朽取了世子爷留存的指尖血，与那封存的死胎心头血相融，结果2滴血入水互斥，泾渭分明。世子夫人落下的那个男胎，与您毫无血缘关系。满堂宾客瞬间炸开了锅。什么？
那沈婉清看着是个贞洁烈女，若非如此，也不可能以商贾之女的身份高攀进侯府啊！这简直是不知廉耻。陆世子为了她痛改前非，这3年来独宠她一人，甚至她刚有身孕，连男女都未变，就要将千亩良田转给那孩子。说是与世子爷置气未来赴宴，该不会是怕丑事败露，早已卷铺盖跑路了吧？听到最后一句，陆子舟瞳孔猛地收缩，藏在袖中的手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。明明按照计划，今日之后他们便会一别两宽，可一听到沈婉清可能真的弃他而去，他心中便如针扎般刺痛。陆母听到这确凿的结果，猛然起身，手中的佛珠都被扯断，噼里啪啦落了一地。他想起自从陆瑶瑶回京后，沈婉清接连失态出丑，如今连肚子里的种都是野的。他在侯府深宅大院经营多年，斗败了多少姨娘通房，才坐稳了这当家主母的位置，自然嗅出了其中的猫腻与算计。莫非这一切都是陆子舟的手笔？至于缘由，他已隐约猜到了几分。然而当陆母带着怒意的目光扫向陆子舟时，却不由得一愣。他从儿子脸上看到的并非运筹帷幄的得意，而是慌乱，是失魂落魄，甚至还有一丝从未有过的恐惧。知子莫若母，他深知自己这个儿子对沈婉清绝非无情。陆母这才想起，先前因着沈婉清接连出事，他心中不安，所以这次宴亲是他亲自派了心腹嬷嬷全程盯着的，绝无作假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沈婉清真的怀了孽种，无论其中有何隐情，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。那他便不配再踏入陆家半步。看着台上始终沉默不语、神色恍惚的陆子舟，陆母不得不站出来主持大局。家门不幸，让诸位见笑了。但这3年的错付，如今能及时止损，未尝不是天佑陆家。沈氏婉清做出如此辱没门楣之事，犯了7出之条。从此刻起，她不再是我陆家儿媳。依据当年的婚书契约，有过者净身出户。沈家骗婚在先，这笔账侯府定会追究到底。说到此处，陆母环视全场，压下心头的怒火，缓缓开口道出最后一句：